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广电5G192全新号盾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吧，我们的爱情保卫战呢已经开通了抖音的直播了，欢迎大家去抖音呢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，并且添加关注。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，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坐镇直播间，帮您答疑解惑，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强大的情感疗愈团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波红。选择你所爱，爱你所选择，就如我选择中国广电5G192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严青怡。大家好，我是莎娜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鸣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伟。让我们有请今天求助的3组嘉宾登场，欢迎他们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蔡先生31岁，来自广东，自由职业；李女士26岁，来自贵州，自由职业。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问题呢？你来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？我们俩结婚7年多了，我总是想着为这个家多赚点钱，希望全家过上好日子。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点积蓄也没有存下来。他总是埋怨我，也抱怨我父母，对他们也不尊重。他就是一个妈宝男，什么都听他父母的，不听我的，干脆离婚算了。事儿这么大呢，就直接说干脆离婚就算了，到底怎么了？结婚的时候嘛，我们酒席结束的时候，我们2个在后面就是送宾客嘛。回到家之后，公公婆婆已经把我们的红包给拆了，他们一点都不尊重我。他们广东都习惯用那种红包的形式来送礼嘛。当时红包上面都写了每个人的名字，关键是他们没有把那个记下来，我就不知道谁送了多少钱。当时哦，账乱了，大家搭的这个礼，我以后要还多少？这人情账都不记得了，对吧？也不知道还谁。但是我们广东那边红包都是很随意的，就是说人家送多少，不是说一定要送回多少，到时候按照自己心意送回去就行了啦。而且我父母拆那个红包看，他只是像看在我们礼金收了多少钱。行，我觉得这很正常啊。行，你为什么要斤斤计较呢？是吧？哎，但是关键的是这钱最后给谁了啊？对，没错，这是关键。我公公他给那个伯伯家借钱，说给我们办酒席用，但事实办酒席的那个钱是我娘家的压箱底，跟我老公在外面打工存的那个钱，我拿来付的6万多块钱的酒桌钱。他1分钱没有出，他就只给了把我们拆的那1万1的红包就给了我，还给了一堆那个空壳的红包。也就是说，这钱公婆没拿走，还是还给他们小2口了。对，但关键是不知道啊。对，你不知道收了多少啊？给了1万1，可能他心里想会不会是2万2呢？哦，就是不知道这个红包的总数是多少，是吧？是的。哦，那你觉得应该是多少呢？我觉得不止1万1。所以这个事儿在你心里面就留下了心结。这里还有一事儿，那婚礼的摆酒的钱到底谁出的？我们2个出的6万多块钱。是你们夫妻俩出的6万多块钱？是的。你公公拿你们俩做由头跟亲戚借钱？是的。所以所有的亲戚的人情到最后是你们俩欠的。我娘还。后面我结婚没多久就怀孕了。我婆婆嘛，她在外地上班嘛，没想到我告诉她之后，她打过来的第一个电话就是让我老公带我去做手术，她不想把那个孩子生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我们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，我妈跟我说晚几年再生也无所谓，怕我压力大。我觉得我妈说的也有道理嘛，是不是？不，因为她在上班，她怕拖累她，让她回来带孩子。后面我老公就带我去医院做手术，我就看到那个墙壁上全是婴儿可爱的照片，我也想的是我的第一个孩子。当时他已经付了那个钱，我已经在手术室了，我就冲了出来，然后我就打了个电车，我就离开了医院，我要坚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那现在孩子谁带呢？我自己。
也没让婆婆帮忙。你们当时是说要让婆婆帮忙带孩子了吗？没有，因为那时候她说了，她上班没有时间给我们。那你直接就可以告诉婆婆说，我们2口子真没有让你给我们带孩子的心。我们自己带。我跟我妈说了，现在我们经济条件也暂时不好，我也让我妈劝一下她。她现在就认为我妈逼着她去打胎了。是你对要劝自己老婆把孩子去医院打掉，劝我妈，然后你跟你妈说，让妈妈你跟我媳妇儿说，是吗？是这样子。哎，姑娘，你认为是你老公的意思，还是你婆婆的意思？我认为是婆婆的意思，因为迫于给她压力，所以她就跟着婆婆的意见走。还有我跟她一起分期付款买了1辆10万的车，每个月要付1900块钱，后面那些工资被她挥霍了。但是我挥霍也是为了让日子过得更好嘛，我拿去投资，谁知道投资失败了，那我只能把那个车抵押掉了嘛，是吧？但是你抵押了1个星期后，我都不知道，是因为爷爷去世了，我们要开车回老家，没有办法了，然后我就跟孩子打的顺风车回到老家去看爷爷。那你不是总是埋怨我挣不到钱嘛？那我只能拿着那个钱去投资。然后谁知道投资失败了，把那个车给抵押掉了嘛？那因为那个车写的是我的名字，我就没跟他说，没跟他商量嘛。车写的你的名字，那你们俩是夫妻不是啊？夫妻所有的都是共同财产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我跟他一起上班，2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是8000元，但是那时候孩子生下来了，给公公婆婆带，但是公公张口让我们每个月给3000块钱的工资。你不是不需要，你不是说要自己带吗？但是后面他们工作回来了，我婆婆说她没事做，她带回去了。每个月给我爸妈3000块钱，我觉得很正常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帮我们带小孩，在家里面又没有收入，我觉得给3000块钱也不过分啊。但是他挥霍了，他没告诉我，然后我公公就发信息骂我，当时我就很生气，我公公说话特别难听，我就把他给删除拉黑了。他总是埋怨我爸妈，我就听不下去，就跟他吵嘛。我就拿着那些钱出去挥霍嘛。所以你是拿钱挥霍当撒气使了，对吗？对。你是故意而为之啊？故意嘛。我挥霍主要怪我老婆是吗？是的。还有我跟他一起摆摊儿，当时摆了1年，1年下来我存了8000元的现金，我就躲在我衣服的那个箱子里面。但是有一天交房租，我微信没有钱了，周转不了。我就去拿现金来交房租，发现那8000元早就被他挥霍了，又挥霍了。那时候摆摊一起做烧烤，那我手上又没有零花钱，有时候跟朋友去吃饭、聚餐，这些东西都是我掏钱。那我小孩子有时候生病，我也给我爸妈一点钱啊，是吧？我觉得我拿这8000块钱用也是很应该的嘛。你有跟他打招呼吗？我没有跟他打招呼。你为什么不跟他打招呼？因为他不让我碰钱这些东西，一直是他在管钱，所以相当于你偷偷摸摸把你们2个人辛辛苦苦挣的钱8000块钱转移走了呗。对。哎，你从来没想过他的父母是不是也需要花点钱呢？你有想过他的家吗？因为他是远嫁，他父母那边比较少联系吧。后面我就跟他闹离婚嘛，然后我就要孩子的抚养权，他跟他家人都不给我。后面我哥哥跟我妈妈劝我，就没跟他没离成。然后我们在外面租房子，就一个单间特别小，有2张床，1张是给孩子睡的，1张是给我睡的。但是我公公一来，孩子就跟我们睡，他就睡在我旁边，中间连个隔板都没有。一来就是3个月，每次就说我来找工作，但是他每天来就是出去逛逛，然后又回来。我每天摆摊嘛，我摆到3、4点，他们每天5点就起床，我就没睡好过。最主要的是，他们每次来，动不动就给孩子吃药。我说他没问题，他只是你们在这里，他就比较调皮，他就想跟你们玩，吃饭慢，他就不听我的。等我一出摊，立马就带孩子去拿药吃。在他们认为，小孩子吃那些药，只要对他们身体不是特别的伤害，什么药都给他吃。当时我就特别不能接受。我爸妈也是为了孩子好，因为有时候孩子他吃不下饭、咳嗽之类的，那他就捡点药给他们吃，这不很正常吗？那你就整天在那里说我爸妈老是给他药吃，对小孩身体不好怎么了？那你不把病治好，他怎么会健康嘛？是不是？你刚才说公公婆婆跟你们是睡在1张床上的吗？不是睡1张的，是我们有一个单间大房子，然后有2张床。我爸妈就睡那一头，我跟他睡这一头，中间连个隔板都没有，就是在一个大单间里面嘛。
而且我这有什么好嫌弃？不是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住在一个屋檐下。那是你们家人，跟他没关系。他不嫁给你，跟你爸妈认识吗？这辈子都不认识。对。那是你们家人，你觉得方便，他觉得不方便。嫁入我们家，你想没想嫁入你们家，又不是卖给你们家了？你想没想过你爸是个男的，他怎么跟你爸一起住啊？是一家人，怎么住在一起？你告诉我。那你要融入进来才能做一家人啊！我融入你爸爸是个男的，我们是异性，怎么住在一个屋子里面？那我爸妈睡在这边，我睡在这边，怎么不能？那有个隔板不应该吗？那我爸妈5、6点钟他们就出去了，那我们3、4点回来。跟出去没有关系，你拉一个帘儿行不行？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小夫妻和自己的公婆在一个屋檐下，在一个房间里，而且没有隔板。因为我是贵州的嘛，他们是广东的，他们不吃辣椒，但是他们跟我们一起生活，我都是按照他们的口味去煮菜，我没有放辣椒，当时我煮了6个菜。我公公他就去拿一个冬菜来吃，他就在说我煮的饭菜不合他的胃口。我爸他有胃病，他有些菜是吃不了，他吃冬菜，因为我们那边吃冬菜比较是素食嘛，他吃点中菜怎么了嘛，是吧？那你做呀？对呀。你给你亲爹亲妈做，他们肯定爱吃啊。我从小都很少做饭菜的，说实话。他是大爷。后面3个月过后，我公公他去找店了。但是他找店之后，那时候我跟我老公在摆摊儿，他把我老公叫去帮他的忙，我老公就听他爸妈的去帮他做去了。后面我这边的摊儿就停了下来，去帮了3个月。在这3个月期间，他们没有给我生活费，然后没有多久，那个店倒闭了，他又重新找了一个店，他又叫我老公去。当时我就没办法了，我就只能带孩子，就是上8个钟的那种班，就边带孩子边接送他读幼儿园。就是那一段时间是那样的生活状态，3个月之后他们公婆就搬走了，对不对？但是那段时间，我是1个星期给他们通3次电话，让他们看孩子的。当时我煮早餐给孩子吃，刚好煮了红薯跟鸡蛋。我公公接通电话，他就说：“你妈妈不知道红薯跟鸡蛋不能一起吃吗？”然后我就想着他说那句话可能怕他噎着了，我就拿水来给孩子喝。他说：“早上8点跟下午几点才能喝水？你妈都不看这些的吗？”然后我也没理他。我爸妈主要是关心孩子的饮食规律嘛，所以他才会那么唠叨这些饮食方面的问题，因为他们也是比较注重这些吃的方面的。我觉得小孩子吃水果，我觉得对身体特别好，我就让他多吃点水果。但是当时我就买了草莓，我就给孩子洗了草莓吃，第1个才咬了一半，我公公他就说：“祥宝，就我儿子的名字，祥宝，草莓不能吃那么多，1天不能吃超过2个。”我当时我没吭声，因为我觉得他特别强势，我跟他讲什么，他绝对会给我甩脸子。后面挂完电话，3个月之后我就不再给他们打了。所以说他就对我爸妈不尊重，我就觉得这一点就不好。为什么3个月内都没打过电话？那这个你作为孩子他爹，你可以带着孩子给自己的父亲母亲打个视频啊。对啊。 3个月了，爷爷奶奶想孩子，这我特理解。你是孩子亲爹，你为什么不带着自己的孩子给你的父母打个视频呢？因为我工作比较忙，有时候回来孩子都已经睡着了。不，你工作什么？你不是跟你媳妇儿一块儿摆摊吗？你们俩一份工作啊？现在我去上班，然后他在家里专业带小孩，就这样子。你晚上也能打一视频啊？那时候我又不在家，因为小孩也是上学。回家之后，今天晚上您稍微晚点睡。我一般回家都是咱们10点多了，对，我爸妈都是8、9点钟睡觉了。哦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你父母为了8点睡觉，可以3月不看孩子，他们其实也没有多想这孩子，是吗？对，有时候他想看孩子，但是他也又不给我对就行了，那就别抱怨了。女生为什么辞职在家了呢？因为我出远门工作了，然后我婆婆来租房，家里面有监控，我看着她无时不刻都给那个小孩看手机，吃饭也给他看，放学回来就给他看。我隔着监控器，我说妈，能不能别给小孩看手机了？他现在在读书，他会上瘾。我说别给他看了。他说不给他看，他就要闹，他就要跳。我说那你可以把你的密码改了呀。他说我改了，他就到处找呀。然后我就没办法了，我就跟我老公说，让我老公去说他妈妈。我也跟我妈说了，叫他把密码改了，但是他说小孩子礼拜6、礼拜天玩一下也没关系。那我觉得说的他有道理啊，是吧？你就在那里说7说8的。蔡先生，你的孩子如果将来有了手机沉迷之后，你打算怎么管？你告诉我。现在小学生感觉他的
作业都比较少，玩一下手机，看一下就可以讲的事情，就可以沉迷是吧？不管就不用跟他沟通了。关键问题，行，他是要为自己的妈妈去开脱。你妈妈很显然，你妈妈就是一个自私，怕孩子闹烦，自己要清静，那你就玩手机呗。但我觉得我小孩也比较调皮，你没有个手机给他固定在那里，他到处乱翻乱跳，他有时候跑到马他用路上。手机是固定孩子的。所以女生是因为反对婆婆的这种养育孩子方式，然后你辞职回家带孩子是吗？对，我就自个儿带。你们今天来这儿什么目的啊？希望解决什么事儿呢？我就是希望老师们批评我老公，让他不要再挥霍了，不要再挥霍，挥霍钱是吧？挥霍钱是的，因为我觉得挣钱特别不容易。我也想跟他好好过日子，听父母的没错，但是我希望他可以分对错去听。那我们来先听其他2组求助嘉宾，你们听完感觉怎么样啊？我觉得首先一条，到现在你老公都没有说去体谅你。他明显的就是从头到尾只有他妈妈没有你，我觉着你以后的日子要先爱自己。说到点儿上了，他现在就是摆明了欺负你，懂吗？你今天居然还抱着一种奢望，是希望我们能够让他改变，不要去挥霍，能够多听听你的话，照顾你一些。姑娘，你做梦呢！可是我觉得是家庭环境影响。姑娘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一条路，要么撤，要么忍。可是我们有孩子，你如果为了孩子，你就不要抱怨这些呀。要改变他是不可能的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你看看他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样子，以及他习得下来的家庭的环境和家庭的影响，对他的影响是什么样的？他这样今后对你孩子的教育都会有问题。所以姑娘，你要看清未来的现实是什么样的。未来的生活只能更糟，不会比现在好。关键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你要替你的孩子想一想，这样一代一代下去，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？所以接下来的路你自己选。是这样，我特别尊重你今天，如果你继续跟你的丈夫打算把日子过下去，我尊重。如果你今天呢，忽然间想，可能我的人生在我26岁这年还有另外一种选择，我也尊重。你觉得你的人生还有其他选择吗？暂时是没有的。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没有其他选择的话，就只能跟着。姑娘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丈夫和你的公公婆婆会这么对你吗？他敢这么对莎娜老师吗？换成是严老师，他们敢吗？告诉我为什么？因为你弱呀，好欺负啊！早在你婚礼那一次，1万1拿到之后，你就应该翻脸。凭什么这么不尊重我？你坚持生下了孩子，你自己要带哟。你为什么现在又让婆婆带啊？带不好啊。好，现在带不好怎么样？你辞去工作，你回来了。你现在能独立吗？你独立什么呀？你离不开他呀。当他挥霍你的存款的时候，当他挥霍掉那3000块钱给他父母的钱的时候，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沉默？你为什么忍受？所以都怪他们吗？不是，你现在还真离不开他们，你没有挣钱的手啊！赶紧去找一份工作，赶紧让自己经济独立起来。李女士，所有的选择权在您的手上。未来的路，未来的人生，您自己选，哈。
我们都给您说完了。二位坐那儿休息一会儿，来，我们换下一组嘉宾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，张先生34岁，来自河南，自由职业；刘女士36岁，来自河南，自由职业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你来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？我们都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都想好好的过下去。俺结婚4年了，俺儿子3岁了。平时生活中总因为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去吵架。我现在又怀孕了，我不知道俺的生活能不能改变。我现在不知道我肚子里边的小孩要还是不要。所以您今儿是要来我们爱宝的舞台上决定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吗？那这我们担不起这责任呐。这劝好了劝不好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咱们先听听什么事儿吧。我是一个性格开朗、爱交朋友的人。16年开始玩短视频，我拜了一个师傅，然后师兄弟对我都好，因为太远，然后好久没有见过他们了嘛，他们就要过来做客，然后我就留他们吃饭，我就望着他，我的冰箱里面有2个鸡，你拿过来去化化，咱今天晚上炖鸡吃。然后他搭理我都没搭理我，一看这个情况，俺师兄弟就要走，就不在这儿吃了，就怕在这儿吃饭，然后他给我受气。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外头这帮师兄弟啊？没有不喜欢，就是说他做事太过于热情，尴尬了，让我觉得。怎么尴尬了？就是强行的留别人。人家来了10次都吃不了1顿饭，我每次上人家家那个地方去吃饭的时候，人家都是做好吃的，叫我带那个走路，他们都会真生气。这个其实跟他的性格有关系，他就是热情好客嘛。对，我不是对我自己的亲兄弟，他们家的亲戚一来，我也是这样的。所以就是他的这个性格会觉得跟您是有差异化的，您是属于热情的，他是属于那种比较闷葫芦型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纳闷的是，我父母他也是这样，我父母一来到俺家，然后在客厅说话，他永远都是自己回卧室。他们家亲戚来的时候，他不会这样。那他父母为什么在来你们家，你也这个态度呢？我没有这个态度啊，就是该怎么买东西买菜啊，该怎么招待怎么招待。我一个女婿给丈母娘有什么好说的？俺爸来了，你也是没有说。这事儿就先搁这，还有啥别的事儿？因为头一段婚姻是因为家暴离的婚，我带了一个女儿，俺俩结婚的时候是12岁，她这个年龄的小女孩，她就是需要得到温暖。好多次俺闺女就是看着我，妈妈，为什么我在找东西找不到的时候，俺爸爸永远都是说我不知道，我没见。我好一点，对我的女儿好一点，能把这个心放到这个家上面。有一次俺儿去住院，我自己在医院里边去照顾他。到后来他的一个亲戚的小孩也病了，我就带着他的亲戚做了整个的流程，在俺俩说话交流的时间，他给我说了他妈妈把他的房子卖了。然后我当时我听到他卖房子那个事儿的时候，我心里边猛一疙瘩，因为啥疙瘩？
他曾经给我说过，这个房子以后要过来是要给俺的，等到俺老公公以后要娶了小媳妇，俺啥也摸不着。所以我就给他发了一句话，我说你的父母都自私，我们要通过咱自己的努力啊，过好咱以后的生活，让咱的小孩不能像咱这样。我就说了这一句，他直接就说啊，你咋不说给恁的父母要房呢？啊，你啥都说俺爸俺妈这儿，就特别的，就感觉我威胁性特别大。那个房子是我们结婚之前，我爸和我妈他们离婚，他们的财产，他卖了也属于正常的。您的父母是不是在当时承诺过，这套房子今后是给你们当婚房的？嗯。但是他们也想不到，他们2个人会离婚。嗯。所以他把这个房子卖掉的产权是属于他父母的，不是属于你们的。嗯，对啊，这跟你就没关系嘛。没有关系，但是我没有说去要他这个钱。啊，那你俩最后结婚给了什么彩礼什么之类的吗？就给1万1，当时我没要，因为没有房子，所以我就要求他们首付了一个房子。现在我们自己挣钱还贷款。现在你们婚姻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让你犹豫这个孩子要不要？就是以前我不是过得不好吗？父母兄弟姐妹都是帮过我的，给我拿过钱的。现在我们生活条件稍微好了一点，然后俺弟弟买房子，俺妹买房子，他就不吭声的去把这个钱给人家要过来。然后我妹妹就给我发信息说他以前帮我，然后现在竟然就是让他去要这个钱。弟弟妹妹买房子，然后管你借钱了是吗？嗯，不是，那借钱要钱还不是应该的吗？因为才借过去啊。哦，刚借走的时候。啊，然后我就搁中间可为难，然后我一说他就各种理由。所以你给他要的时候，你应该问问我，这是夫妻之间最基础的相互尊重嘛。嗯。然后因为这个钱是我挣的，你是拿自己挣，他没工作。嗯。这多长时间了？从开始结婚到现在。结婚的时候他就没有工作？为啥没工作呢？为啥不工作呢？因为俺没有人照顾小孩，结完婚就生小孩了，我就怀孕。哦。你们是分工好的？找人看孩子还需要花费太多金钱，还有一点不放心，所以俺俩商量，就是俺2个看孩子。他是为了看孩子辞去了工作，还是那会儿他就没有工作？他当时没有工作，没有固定的工作，所以就选择了你出去挣钱，他在家里面。对，因为俺俩谈恋爱，他追我的时候，他们父母都不同意。然后我之前吃的肥，160斤，他长得好一点，我怕俺婆婆这边给看不上我了哈，所以结完婚以后，钱都在他那个。我每次花钱的时候都是给他要，俺弟弟借钱的时候也是经过他的同意以后才借给他们的。你交给他的这个目的是你觉得自己有点配不上他，是这个原因吗？所以你想用这个来拴住他。嗯。那不就是你在这段婚姻当中开始的时候就是低人一等的吗？还有啥大的矛盾吗？每次俺出去玩了或者是旅游了，他只带着俺儿，那个3岁的儿，啥时候都不带俺闺女。俺闺女要是星期了放学了，一回来看咱没在家，俺闺女就让忘了我。妈妈，你出去咋不带我？我都没有话给俺闺女交代。他永远都不说带俺闺女。如果要是硬带了一次，玩的绝对不好。没有，我感觉他这个年龄就是上学学习的年龄嘛，其实有时候带着他也有一点不方便。哪儿不方便？就是感觉我们也没有多大，带了那么大一个闺女出去。你是觉得有点丢人吗？也不是丢人嘛，就是有点不好意思。女士，您嫁给他的时候，他不这样。他对我女儿特别好，对我也特别好，还特别温柔。那个时候带他出去玩吗？出去，他包括他自己都会，我一忙的时候，他都会带着俺闺女出去溜。那所以结完婚以后，他就变成这样，我实在是接受不了。所以现在他跟你女儿的关系其实非常不好。对，你女儿心里应该也跟明镜似的。因为16岁的女孩应该什么都懂了，她非常能够明确知道谁对我好，谁对我不好，那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大了，很严重了。而且她有很严重的洁癖，像俺儿那大，他吃个馍了，他掉到地上了一点渣渣，就一眼没看见，我没擦，他那边就要指责我，
那不是，我觉得小孩吃东西掉地上脏了，顺手擦起来嘛，怕他到时候踩着了。那吃完饭再擦都不管，都是立马的，而且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俺儿都吓得嗷嗷叫。家务每次都是我做，你们又不保持，而且还说我有洁癖。小孩的玩具，只要是他看见乱了，一家人都得看他的脸。拖地的时候他不在家，俺拖好地，回来的时候我就给他说我已经拖好了，他还会再拿的拖把再拖一遍。我洗的衣裳我晒上，他永远都是说我晒的衣服像麻花一样。我做好饭，我买的菜啥时候都嫌我买的多，做的多。我每次衣服你咋不吃？我做的不好吃吗？太多了，谁能吃完？本来他就是铺张浪费，有点，人家都是说花钱花到刀刃上，他连刀把上都没有。不想说，不想讨论。你对你现在的这样的生活的状态满意吗？就是不工作，在家带孩子。不满意，在家除了产生矛盾。你是不是有打算要出去工作？哎，有过这种想法。有过，也就是说没啥计划，对吧？你没有计划是为什么？是客观原因，还是说你自己没有主动去找？也没有主动去找，因为现在我儿子才3岁嘛，因为我要出去找工作上班了，家里面没人照顾他嘛。3岁不是可以上幼儿园了吗？他不让他上，他让他3岁半去上学，因为他说，年龄小的话上学校人家欺负小孩。哼，雷老师啊，如果孩子一上幼儿园，他是不是只能去工作了？他想待在家里嘛？基本事实我们都了解清楚了，那我们先听听其他2组求助嘉宾，他们怎么看你们的问题。他那个女儿吧，毕竟是2婚，男方说多了也不好，管多了说多了，女方会反驳他，说你对我孩子怎么的，是不是？我问一下，就是如果说2婚，妻子带过一女儿，这女儿正叛逆期12岁，这男方不能说多了伤心，我能理解。对，这男的不管成吗？男的不管是不行啊，不理是不行，你肯定要出去玩不带他，出去玩肯定要带着啊，你都是自己的孩子嘛。刚才大家一直在说你的继女，孩子10多岁，我认为乖巧懂事，她寄人篱下，她明白，我是跟着妈妈到了这个家，这个男人，因为是我妈妈的丈夫，我要叫爸爸，但是你表现出来的、释放出来的一切的人，让这个孩子感觉到在这个家他是多余的。我希望你在这件事情上摸着自己的良心，看一看有没有。你用这样的一种冷去对待他，对不对？本来你们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，那我觉得你俩更应该智慧，更应该聪明。
下一次婚姻就该扬长避短，更应该知道怎么样去经营这段感情。你们俩互相好好想一想。作为男方，既然你结了婚了，你接受他了，你就要接受他的一切，特别是这个孩子，你的女儿。我觉得如果有个孩子到我们家来，我都会对那个孩子特别的关照，因为他更需要关照。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。平时吃上、穿上、花钱上，我也没有说不让他干什么。吃上、穿上、花钱上，妈妈挣的钱呢？你再要干扰他，他怎么办？你前面能接受他能对孩子那么好，为什么后面就变成这样了呢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这段婚姻的开始就是不健康的，因为是不平等的。你为了拴住一个男人，把自己所有挣的钱全部交到他的手上，因为你觉得自己配不上他，所以你在这段婚姻当中一直委曲求全，一直是一个低姿态的样子，也就预示着你这段婚姻到后面你会越来越悲惨。既然这段婚姻它不健康，就没必要继续下去。你们二位帮我出一主意，我呢没工作不赚钱，有一天我碰上莎娜了，她就一人，她赚钱，然后呢我把这莎娜变成我老婆了。这个时候你对于我来说，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状态是什么？刘女士，你告诉我。找到了一个财神爷。最好的状态是我吃他一辈子。我讲明白了吗？但这个有威胁。我这老婆吧，就这莎娜，她周围有一帮师兄弟儿，那帮人也玩直播，指不定哪天把人老婆拐跑，跟他们一块儿弄去了，对吧？他们那儿随便给我这老婆出一经纪人，那我怎么能让这莎娜不被那帮师兄弟儿弄跑？你告诉我，不让你给他接触，我得替我老婆把他那帮师兄弟儿全得罪一遍。我讲明白了吗？而且我怎么让我这老婆非我不可，养我一辈子？我得让她越孤独，她越指望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得替她把她弟弟妹妹也给弄臭了。哎，所以你弟弟妹妹敢跟我借钱，呵呵，我让他们这辈子见你，都觉得你不是个东西。我讲明白了吗？男生啊，这男士只能用5个字来形容：吃相太难看。你明明是靠着他的，结果呢，你却把他身边所有的最亲近的人全都得罪了，不放在眼里。明明是你在养着他，这个家你来操持，他却是太上皇啊！我是高位，你是低位，你不能干这，不能干那，是吧？我觉得什么洁癖都假的。他真正爱的只有自己，他明明知道你的心头肉是什么。女儿，因为在结婚前他是很温柔的呀，给你造成了假象啊，婚后就变了呀，手握财政大权了，他也看出了你的软肋在哪儿，你自己把自己摆在低位，所以他就有恃无恐。你还妄想啊，说我要不要孩子来去想拿捏一下他，压根人就不想要，听懂了没有？接下来我告诉你，就用一招，反制他，把财政权拿过来，随便。财政权在我这里我也没有乱花过。你凭什么要去管人家，要去压制人家呢？他哪点做错了？他哪点比你低？哪点不如你？你配吗？你配得到他的爱吗？你配拿着他的钱去花吗？我要冷漠的话，我就不会给他女儿钱花了。那个钱是谁的？那个钱是他妈妈的，从你的手给出去还是一个施舍。共同财产嘛，我也没有闲着。共同吗？平等吗？当有利于你的点，你说共同的了；不利于你的点呢？哦，全都是人家的。拿过财政大权，如果他不干，把他踢走，就这样。女士，您想想啊，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是你16岁的女儿，真的要多关注一下她的身心健康的问题。这个以她今天站在台上的这个样子，都能想象到你女儿每天得多窒息。来吧，我们换第3组嘉宾，有请。本期第3对情感嘉宾，张先生33岁，来自河南，自由职业；苗女士32岁，来自河南，自由职业。他们今天又有着怎样的情感困惑？节目的诉求是什么？我们俩现在有1儿1女，挺幸福的，但是老婆每天向我不停的抱怨。他现在总是一意孤行，我说什么他都不会听。他还总说我对家庭没有责任感，说我不配做人夫和人妇。现在全家就靠我一个人养，他彻底躺平了。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坚持到什么时候。
这是怎么了呀？这怎么了？今天的男人都躺平了是吗？讲讲怎么回事？他们家兄弟2个，然后他妈特别偏心，从结婚到现在没有给俺1分钱花。就是说我坐月子的时候，我想吃个排骨啊，或者是喝个鱼汤鸡汤，他妈都会说这么大的人怎么这么好吃？有本事你自己买，别给我说。然后导致小孩就说没有奶水喝，然后就喝奶粉。可想而知，他爸妈这样子，奶粉钱、尿不湿钱都是俺自己承担的。实际上哪这样的父母呀？弟弟没结婚，我们毕竟结婚了，父母也没有义务去再给我们帮扶了，对不对？你都喜欢听恁爸妈说话，你就是个妈宝男。你知道恁家的什么情况？如果说我们在家照顾孩子，那就是没有钱花；如果说我们出去挣钱，就照顾不了孩子。然后经过跟你商议，我说我在家照顾孩子，你出去打工，你说可以，你也同意了。你说你出去每个月的工资都会上交，但是你出去几个月1分钱都没有交给我。工厂效益不好，老板不按月发放工资，我也没钱给他的。你这真的都是借口这里。我就感觉你有事儿瞒我，我就趁着儿子放暑假，带着5岁的儿子、3岁的女儿去广州去找他。到地方，俺俩没有过多的语言交流，他直接给我租了一个单间儿，然后我就带着孩子住单间儿。他压根儿没有回来，我就打电话问他，我说晚上你为什么不回来？俺都来了。他说的，我现在可忙呀，我都没有时间照顾恁。然后可能是因为俺儿子然后水土不服啊，上吐下泻，我可着急。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回来一下，小孩生病了，带他去下医院。他在电话里说你那么着急干啥？不就一个小孩水土不服吗？你带他去医院看一下就行。我说我还带着3岁女儿，你不管回来看一下吗？他回来了，他在楼下药店给儿子买了药，他并没有带着儿子去医院，我就非常生气，我感觉他有事儿。趁他睡着的时候，我翻看他的聊天记录，我发现他跟一个女人聊天特别的暧昧。他就说：“宝贝儿你在吗？宝贝儿你在干嘛呀？你感觉这是正常吗？”叫宝贝儿是吧？对呀。我们在一起工作很久了，聊天比较随意。你见哪个女的都叫宝贝儿是吗？尤其是同事之间有叫宝贝的吗？就是叫的比较亲密一点嘛。我回到家就跟他闹离婚呀，他不同意，而且他还煽动我妈，然后让我妈去劝我，然后我就听我爸妈的话，然后回家给他凑合过日子。然后没想到的是，后来的事更可气，他拿就是说我们共同财产20万投资做那个酒水生意，他不善于经营，然后把那个钱全部赔了，现在外欠30万左右。我赔了50万，等于加一块儿。他做这个生意的时候跟你商量了吗？商量，但他不听我劝，我不让他做，他偏要做。他一直跟我闹，然后我们就回去了，想到在家没啥事做。一个朋友说那个做酒水生意挣钱，我就去投资去做酒水，刚好赶上那年。酒水没有销出去，啤酒过期了。下面就是说，不经过我的允许，也没有告诉我，他跟他朋友去浙江搞那个电商，然后他刷他的信用卡又投资了10几万，然后做那个电商，他不懂，没有任何经验，然后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上雪上加霜，然后又欠了10几万。做电商是因为现在就欠40万了，40多万了。但问题是你为什么这2次投入这么大，不告诉自己的妻子呢？第一次跟他商量了，但是我没听他的。后面这一次做电商，我没有跟他说，怕他不同意。他老是在家埋怨我这埋怨我那，说我那个不挣钱啊。他是直接刷的信用卡啊，我刷的我信用卡，然后就是找朋友又借了一点钱。本来想着就是前面这个做酒水生意赔了，我就想着去做电商，把那个前面赔的钱赚回来。谁知道电商不好做，没有经验，就又赔进去了。接下来呢？你还干点什么呀？现在是在家，啥没做。所以现在是你一个人在打工赚钱还外债？之前是我一直在那个外面打工，我打工还债啊，家里补贴点拿点钱给补贴点家用。他是在家带孩子。你现在还提孩子的事，孩子啥？你光就是说你生了，你没有教育他。当初结婚的时候，我说晚一点要孩子，你说哎呀，结婚了就是为了生孩子，就为了传宗接代。然后我给你生了一个儿子，生完儿子你就说一个孩子太孤单，然后又给你生个女儿，生完一个女儿，你现在又说哎呀外债那么多，现在他俩是累赘。现在儿子10岁了，正是叛逆期，然后不是逃课就打游戏，然后你现在不管他，不教育他，从小到大他俩都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。现在孩子都不叫你叫爸爸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？男主外女主内，你在家带着孩子不是很正常吗？不是，你不觉得你儿子不管你叫爹？我前面在外面打工，然后后面创业，没有时间去管孩子，他在带着孩子。你现在不是在家吗？现在在家是这2年刚那个在家工作的时候。你补救了2年，你从你们家儿子8岁到你们家儿子10岁，在家赋闲了2年，你都没让你儿子管你叫声爹是吗？这2年那个也没咋管他啊。那你在家干嘛？就真躺着呀？那你这2年干嘛了？这2年有时候也去工地啊，去干点活啊。
不干活。我问你在不干活的时候在家干嘛呢？不干活在家也有时候也管他，但是管不住了。他染上什么网瘾啊，有时候老是逃课。他从出生到他8岁，妈妈一边工作一边管他，可能管不过来。爸爸在他8岁之前没有管过他，对吗？对对对。所以从8岁开始，一直到现在10岁，他就开始逃课了。他之前就是7岁的时候，他就有点叛逆，逃课。今天是女方主动要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你是在做什么工作？我现在在家跟别人学习那个自媒体工作，然后我现在学习那个自媒体工作呢，然后他妈又说我不务正业，这么年轻不出去打工，不出去挣钱，好吃懒做，然后跟我闹得要分家。他从结婚到现在，家务也不做，饭也不学着做，孩子还没带好。一个孩子5岁，一个孩子3岁，就错2岁，我怎么去做家务？我怎么去做饭？我要管完大的还要管小的，你叫我咋做？你自己也有原因啊，不能光说我。你身为一个父亲没有责任吗？教育孩子不是你的事吗？难道说孩子是我们俩共同的，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？你没有一点责任去教育孩子吗？他是管了没管好，您连管都不管，怎么说呢？现在是我去管，想管不住了。谁说有想管不住的呀？刚10岁怎么能管不住呢？你要说孩子13、14了，对，你管不住我能理解。你10岁的孩子你管不住，所以你管不住，你就别说你老婆，啊，你自己能力就这样，你就别说你老婆。今天是女士要来的，对吧？对，你主要的目的和诉求是什么？我希望就是说他以后不要盲目的投资，有什么事和我商量。然后我的天哪！你们拿什么投啊？哎呀，你的诉求是这个呀？他现在还要投资什么吗？他肯定以后他还会那样，只要我们手里面有一点钱，他还会。你们还会有钱吗？现在40多万还了没有？还没还吧？他会贷款，我知道他什么样的人。女士的要求就是我丈夫千万别再投资了。问一下，您以后还有投资的计划吗？以后反正是有好的项目也想着去投资。对，所以你妻子要求你以后别再投资了。你的想法是有好项目还是要投的，对吗？嗯，对。所以就是把这个投资换成挥霍俩字儿，李女士，你听着熟吗？你觉得她的诉求能实现吗？不能吧？那我们听听其他2组嘉宾对你们的事儿怎么看啊？我觉得吧，这男的不出去工作肯定是不行的嘛，最起码有个人出去工作是吧？在家躺平也不是个事，最起码还欠那么多外债，也要想办法出去还。投资是有风险的，但是作为男人，他投资属于正常的，他也想挣钱让家里过好嘛。然后我就是觉得，他现在选择躺平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，可能是受他老婆的原因吧。说到钱，这个男人还真不该有钱。一个有钱不仅仅是乱投资，而且一有钱，他会和天下所有女人都有缘。您看，和同事会叫宝贝，这不叫暧昧，叫什么？还有一个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有儿有女，幸福生活，成功人生。但是等到自己的儿子不叫自己爸爸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很悲凉？因为在孩子眼里，你都不配当他的爸爸了。你难道没有去反思一下，去感觉到自己的这种悲凉，要去改变吗？就他在家带孩子，你不要说他不都让叫推到我爸爸。他的身上，你们2个人都有责任。另外，您的妻子认为，你只要不乱投资就可以了。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、资本去投资？你还有什么资格、资本去躺平？40多万外债，你要多少年还？你不打工，竟然叫自己的妻子一个人在承担这个家，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，您竟然还选择躺平，妻子真的承受不了。只是他现在在麻木当中，他认为只要不乱投资就可以了，他只要你不暧昧就可以了。但关键问题，妻子你要想想，这个丈夫如果这样下去，他自己也会毁掉的。你们自己三思一下好吗？谢谢。这位男士，我想问问你，作为一个老公，你觉得你自己对这个家庭、对于你的爱人、对于你的孩子有责任吗？这我确实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。那你现在从心里觉得你要怎么去改变呢？孩子也想去照顾，但是毕竟还欠那么多外债，也要去还这个外债。但是你还了吗？你自己2年干嘛了？他老是在家总是埋怨我这埋怨我那，叨叨叨叨的。我不工作怪你，我不工作都怪你，谁让你埋怨我？我之所以出去挥霍都怪你。
李女士，看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了吗？你再往下去走，就是个深渊。对于你们2个人，我只说2点。第一点，为什么欠的外债越多，越想要去投资？说白了，这不叫投资，你那叫投机。为什么你还有他，你们2个人总愿意去做投资的事儿呢？因为你们不脚踏实地，因为你们想要天上掉馅饼，因为你们觉得干活太累，所以我只要投进去一笔钱，想靠它翻本儿。这样的投资，我告诉你，99%是会失败的。接下来我要说的一段话，说给你们3对嘉宾一起来听。父母存在的最大意义是什么？不是光给予孩子舒适和富裕的生活，而是当你的孩子想到父母的时候，他的内心会充满力量，会感到温暖，从而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能力，以此来获得人生真正的乐趣和自由。那你们想一想，你们的孩子在想到父母的时候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那苗女士，您接下来您今年是30几？32。您从32岁开始，您现在已经背了多少债？夫妻共同债务40多万。哦，这我解释一下，这最高法有解释，丈夫的投资借债，妻子不知情的，不需要承担1分债务。哦，就现在跑得了是吧？跑得了。你打算等到跑不了那天吗，苗女士？我就看他改变。如果欠钱的话，夫妻共同可以还债，但是他如果不改变的话，我肯定会跑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没想跑？我现在就是说，有2个孩子在，我不可能让孩子因为没有爸没有妈，然后我就还是那句话，你们家孩子老大今年10岁对吗？对。老二现在8岁是吗？对。8年以后，你孩子18要上大学要用钱怎么办？你觉得谁有可能做到？肯定是我，不是他。您觉得呢？我挣钱还要还债啊。你挣钱还要还债啊？对啊。你儿子都知道，所以你现在管你儿子，你儿子不搭理你，对吧？是。对，还是的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是不是咱就自己把债背了，让自己老婆换一种活法，让他的人生有另外一种选择，让咱们孩子以后17、18的时候还有双亲之一指望得上？您觉得呢，老张？你是说那个让我给我老婆离婚，我背着这个债是不是？我谁说让你离婚了？那是您自己理解。哎，就既然您说到离婚了，您觉得这事儿行吗？咱是一爷们儿。这河南老乡全在屏幕前看着你呢，你自己外头把事儿做得这么惨，你还不自己给老婆解了套，不给亲生儿女解了套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爷们儿扛了，这事儿干得出来吗？能干。哎，能干出来就成，别把老婆拴上，人给你生了1儿1女，对吧？对。哎，您舍得吗，苗女士？我舍得。咱们得让亲生儿女长到了岁数，爹妈有一方他指得上，对吗？就为这个也不能绑在一块儿沉下去呀，是不是？但是孩子得给我一个。之前就因为我说不跟他过了，然后跟他离婚，他说孩子一个都不会给我。他说眼熟吗，李女士？眼熟吗？今天啊，就是刚才说三位男士都一样，我老觉得这3位女士也都一样。对，没错没错。这3位女士有共同的一个绰号，叫饭票。对，这里面没有爱，没有感情，还是法盲。对对对，一点常识都没有。没错，就是男的一说什么就哎呀不行，害怕。其实也有可能是内心有一个声音，我就信他说的，这样我有一个借口可以不用跟他分开。没事，就是我们尊重您的选择，就是为了孩子。我们还是能够劝和就劝和，要劝和不劝离的，大家同意吧？对，没错。那我就讲讲投资的事。投资不能投机，要投什么呀？要价值投资。如果发现这件事儿、这个项目它没有价值，要怎么样啊？要止损。咱们回到情感当中，也是投资，也有风险。因为之前表现的比较不错，对不对？但是一旦扯这儿之后呢，就原形毕露了，是吧？就这种情况有的是。所以说，女士。我们怎么能够管控风险呢？你去评估他一下嘛。他作为老公对你不忠诚、暧昧；他作为老公不为你着想，他躺平呢，结果说的是你，对吧？他不去来担你们家庭的责任，投资一次失败了，不听你的；第2次偷偷摸摸的又去投资，又失败了，没有责任感。作为父亲，
孩子都不认他，可见他在孩子身上能倾注了多少的感情、爱情、亲情都没有，这个投资失败，所以我们要止损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今天你们3对还真的聚在一起挺好的，因为你们可以互相看一看对方身上有什么问题，其实就是一面镜子，能够照到自己。我相信你们每一对在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，内心一定有波澜，一定有反思，特别好。所以接下来到底何去何从，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做选择吧。感谢3组嘉宾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也是不容易呀。对。有共性，但是也有很多的细节还是不同，不一样，原因也不同。但是有共性的地方还是很关键的点，对，很关键的几个点。所以到底他们3组如何做决定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待会儿一起来期待节目。欢迎大家通过金运 App、天津 IP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内容，也欢迎各位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观看本期完整节目内容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第1组嘉宾，就是来自深圳的蔡先生和李女士，他们如何抉择？请开门。我觉得会出来。我觉得会出来。你看，绝对会出来。3对都会出来。你俩离得那么老远，还出来干啥呀？老不情愿啊！啊？这么不情愿，为什么出来啊？我俩商量一下，感觉还得继续下去吧，毕竟还有一个小孩嘛。加油！接下来进入2位的浪漫。30秒。老婆，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，好吧？我希望老师说了那么多，你能有所改变。人家夫妻俩，人家愿意信，我们得给人这个机会，让人愿意信。谢谢导师们。好嘞。开启第2扇大门之前，我们要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。登录抖音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，并且添加关注。每天晚上8点到10点钟呢，我们已经开通直播啦。各位情感导师会坐镇帮您答疑解惑，而且呢，大家可以连麦我们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第2组的结果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没了。哦。哎呦，是没了呀。没了。好。他的妻子醒悟了呀。对。还真是，这是那个哦，好。第2次婚姻的路本来就不好走，对，所以劝大家一定要慎重、慎重再慎重，因为这牵扯到不只是你的感情，还有孩子的身心健康的问题。好了，第3组开门之前，我们要提醒大家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是022-2360-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报名。大家一定要切记一件事情，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，小心被骗。我们一起来看第3组的结果，请开门。这个肯定出来了。没有出来。好。哇，确定是没在吧？确定是没在。我就是希望，不要仅仅是现场表态，要执行下去，勇敢就要执行下去。祝他们3组嘉宾都能各自找到他们的自己的幸福。对。好的，感谢各位收看我们本期的爱情保卫战。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，广电5G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爱情保卫战，下期再见。